今天我带你们到什么地方来探险呢？我必须说，今天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坑道。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几个礼拜有去一个防空洞，超级大那个，然后蟑螂无敌多的那一个。其实我今天会来这个地方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那个时候，大家还记得有日本的 YouTube 鸡皮疙瘩有来嘛？那他们那个时候其实想拍一些防空洞。那当时我第一个想到就是，我之前去拍那个，可是我只要说里面一堆蟑螂，他们就拒绝。然后呢，其实今天来的这个地方，因为非常的有名，有名到日本人也知道，而那是一部电影，那他们就选择到这个地方来做拍摄了。结果他们来这个地方拍摄的时候，据说他们碰到了很多恐怖的状况。至于是什么样的状况呢？我接下来就一边走一边告诉大家咯。 Let's go。 这里就是我今天带你们来的地方。没错，今天下雨哈，所以呢，一开始的影片我先用 iPhone 拍，那有可能会比较晃一点，这点请大家多多见谅哈。对，哇塞，这边的路真的有一点烂，没办法，下雨天还是要拍，不然我没有存档了。对啊，因为影片我不像日本人，他们一次就是10几集、20几集这样带。对啊，天哪，晚上漫步在像这样的地方，其实还蛮有 feel 的，而且，天哪，这里好像，那是虫吗？哦，不是，那是树枝啊。来吧，今天要带你们来的地方就是的呢，又是防空洞。天哪，这个 feel 好赞哦！而且它入口真的是这个地方是完全哈，都没有人在整理耶，好夸张哦！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去这个地方吧。那进去之后呢，我就会换摄影机哈。对啊，因为外面还是 iPhone 还是没办法带的那么漂亮哈，会比较晃啊。的呢，外面很冷，里面其实还蛮暖和的哦，冬暖夏凉，真的。好，换摄影机了哈，刚刚在从外面走过来哈，现在雨越下越大，没办法，反正里面不会下雨，机器还好哈。对，来，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，像我之前看电影的时候，其实我对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印象，但我说坦白，我有点忘记佛母是放在哪里了哈。哎呀，讲出来了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据说啦，是1934年代，那个也是日本人挖的，对啊。那时候2次世界大战，日本在台湾其实做了很多那个防御的一个公司，哦，对啊。这里呢，不知道。然后，这跟我之前去的那个很大的防空洞比起来，我觉得这里比较有压迫感。对啊。然后，这里，等一下，这个角落我有点印象。对。好像咒有来这边拍，
但是那个时候啊，我假如没记错的话，我觉得他那时候在拍啊，这个洞好像非常非常的大，然后好像有人都走不出去。哎，这是蝙蝠哦。哎，它是太冷了，所以在发抖吗？不知道哎。这里有好多只哦。我感觉会不会是太冷了，所以他们在发抖啊？阿菜，哇塞！然后我必须说哦，真的有一点热。洞窟哈是冬暖夏凉这个样子啊，对啊。好，但防空洞都一样。可是说坦白，我蛮喜欢这样防空洞，为什么？直直的走进去，直直的走出来，不像之前那一个，大到会迷路，真的会迷路，对。但这个好像也蛮大的，哇！这个以前都是装灯的，哎，其实我必须说啊，这个地方啊。你走到这里，外面有没有下雨，好像跟你都无关了。然后，因为这个地方其实现在是公园。然后呢，我之前去那个地方是怎么讲，就是没有那个啦，没有做一个妥善的一个整理，所以说它变成了废弃了。这样子，那这个地方只要是公园的话，那我就必须说，其实它。这个地方要怎么说？会有人来。我之前去那个地方连入口都找不到，是要怎么去啊？对啊，真的很夸张这样子。啊，变成公园之后，我必须说，这里的环境好很多耶。蝙蝠，哎，我已经看不到我的那台摄影机了。Hello， 小家伙，哎，我说这什么虫啊？然后呢，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啊去的那个防空洞，我最受不了的是什么？好多好多蟑螂，那个蟑螂真的多到吓死人。这里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蟑螂，只有很多蝙蝠。那蝙蝠也很多，但蝙蝠还好，它会闪哦。对啊，楼梯，这个楼梯其实还蛮那个的哦。对啊，还蛮宽的。还蛮那个高度还蛮高的哈、啊！天哪！都是蝙蝠的声音，而且我必须说晚上一个人来这种地方还好这是我第二次来。我第一次来的话，我一定这个楼梯真的是有点夸张哎。不好走，而且都死掉了。还没到底吗？不知道。哇，等一下，这边蝙蝠好漏水，好多OK， 哇，还好长一段没关系。楼梯嘛，好 OK。好，那至于这个地方，之前日本人来碰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了。今天我相信大家都有注意到说有下雨嘛，所以说我基本上我的那个日本人的经历我都在外面拍的哈，这一点先跟大家说声抱歉，因为
里面其实没有那么的环境没有那么的理想嘛，而且加上今天下雨拍的话，一定在外面拍。好，那至于日本人来，他们这个地方啊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？我刚刚有说到嘛，鸡皮疙瘩。其实这个地方因为说坦白了，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故事，我只知道它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影的取景的一个点，但是那时候。那个导演他们说，他们好像有在这边碰到一些事情，但不是，就是我觉得很正常，没有特别的，所以我之后就一直没有来这个地方拍。那这次日本人，因为他们有要求，所以说我才说好，要不然我带你们来这个地方，因为我知道，然后这导演我也认识。好，那我来这个地方，带他们来这个地方拍摄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在这个地方休息。然后呢，他们进去拍，然后呢，其实拍一拍，我记得那个鸡皮疙瘩是他的他的员工叫六打，他拍的，他跑出来打电话给我说，问我说我有没有进去？我说我没有，因为说坦白，他们拍摄的时候，我有时候就是在后面等，我也不会想要去弄他们，因为有时候会，但是今天这个地方很难，因为洞窟嘛、坑道嘛，那你只要进去脚步声也很难盖掉，所以我就在外面等。我就说没有，怎么了嘛？他说好像有人进来，可以叫我去帮他看一下。然后我说我这边的出入口是没有人的，那你那边的话，因为距离比较远，所以我没办法看，那你就自己注意一下。好，那他拍到一下，拍了之后他就进去回去拍，继续回去拍，然后拍的时候，假如电话没来，大家就没事了。然后呢，他又打电话给我了，我想说有人吗？里面有人吗？因为他语言不通嘛，怕有人会进去，结果晚上。他说没有，他说。他刚刚在里面听到有人的哀嚎声，我说等一下，你刚刚确定有没有你另外一个出入口有没有人进来？他说他有去确认过，完全没有人。那没有人之后，他说他会打电话来问我，是因为他听到那个声音是我从我这个出口传进去的。然后我跟他讲这个地方，从你进去拍摄到这通电话。完完全全没有灯光，也没有人经过，偶尔只有几台车子啊，几台摩托车经过，就这样子。他听到他脸色就不太好，电话挂了，就说请我再等一下，他拍到一半了，这样子，然后说好，那我也大概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他拍了大概差不多1个小时之后出来，我就问他说，刚刚那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说他觉得那个不是人，他说因为那个声音有点。低沉又恐怖这样的一种那个声音这样子，然后他又想到咒那里面的环境，他就更加害怕。但是因为他老板叫他来拍，他不得不来拍，所以他硬着头皮拍完。然后他说他好像在里面还有听到脚步声，我就问他说：“我这边确定没有人，也不是我进去的，因为从那边还要再爬山进去。说真的，我有点懒。”我说：“另外一边真的没有人进来。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那脚步声呢？他说。脚步声很诡异的点就是，他要往前，因为只有一条路嘛，往前去拍，脚步声就在他前面了。可他追上去之后，一个人都没有。那他又碰到什么事情？他说他好像有看到有人影走过去，就是人影这样探头出来了，或者是走过去。就像我上个礼拜就碰到这样，我那个前几天去防空洞碰到那个情况，但是。我那个只是露出来一点点，他说他是走过去这样，他说这个地方真的好可怕这个样子，然后他拍一拍就赶快走。好，那其实刚刚有说导演他们来这边拍，我碰到一些事情，他们其实就是在拍摄时身体有一些比较不舒服啦，等等之类的状况产生啦。对，然后我再去看，有一些人好像都说这个地方特别的阴森，说晚上都不希望有人跑进去，或者是。假如进去最好是2个人等等之类，诸此之类的一个传说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把3案景看完，顺便再来做个问与答吧。好，介绍完这边的故事之后，我们继续吧。等一下，这里真的是，我也必须说哈，那日本人在这边真的碰到让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状况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说他们，我这个地方一直没有来。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其实访问导演的时候，他其实没有跟我说太多他们在这个地方碰到什么事情。然后蝙蝠往我这边飞过来吓我一跳，没有告诉我太多关于这边的事情，所以我也不太记得这样子。所以我那时候不是说不太记得了，就是说我那时候听完之后，其实我没有那时候没有说很想来这样子。对啊，好继续，好继续。
蝙蝠。哇塞！这边的空间就感觉比较开阔，然后这样走哈，其实我觉得洞里面哈很不舒服，很热又很闷，这样子哇。其实大家应该看得到我现在要是满身大汗了吧？对啊，这里好湿啊！滴水漏水，下雨啊，蝙蝠啊，好痛！这个都还好，这里没有太多蝙蝠的便便啊。然后前面绿绿的，好是我架在那边的空姐摄影机，对。就这个圆盘啊，好像抠一下就会掉下来了之类的，对啊。继续，而且我的红外线手电筒应该GG了。而且我红外线手电筒GG的地方是，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东西突然掉下来，那个光子，那一次摔到之后它就GG了。啊，我觉得你好凉啊！OK， 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边是出口，然后到这边看看吧，好像几度啊？哎，16、17度，我还走到浑身都是汗了，怎么回事？这边的路就还蛮好认的，然后我记得日本人好像在这边有听到人的声音呢。哇，吉祥碉堡哎！真的没有那个大哈，上次我去的那个地方大哦。我快闷死了，天哪！这里有一个出入口哎，啊，该死的楼梯，我真的好讨厌楼梯哦。OK， 机枪堡，不行。
我觉得越里面哈越热，20度了，而且空气好闷哦，然后这里还要写出口。这里面有鱼没有？上次那个有鱼又有虾。好，其实日本人碰到的状况，我好像没有碰到，所以呢，很遗憾的，就是非会员的朋友们，今天你们能看的地方就到这边了。想要看更多吗？赶快加入会员。那个非会员的影片啊，下面介绍会有那个加入会员的连结，然后呢，每个月花个45到75，你就可以看了。记得准备信用卡，没有的话，我那个 Visa 信用卡也可以哈。好，那先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说声拜拜。いいよそうそう